陈主任，有点事想跟您聊一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已经下班了，有什么事啊，明天再来。京师警察厅第4科科长袁弘，找你想了解一下青苗的情况。谁？卫生司吴司长2姨太，当时你负责接手。你们说的这个人，我不是很熟悉，所以他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。他的孕检是你做的？是。孕期正常吗？正常，呕吐、停经、小腹隆起，总之孕妇该有的症状她都有。生产期的时候呢？哎呀，生产期的时候就别提了。这个患者呢，当时她是难产，我正准备做手术的时候，她突然间坐起来就往外跑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人就死在那儿了。吴司长坐在地上说有鬼，我当时整个人都吓懵了，吓傻了。尸体什么时候运出去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干什么？从你进来之后就没有一句实话，青苗压根儿就没有怀孕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。我犯什么罪了？凭什么抓我？就凭你杀了青苗。我没杀他。当时手术室只有你跟他，除了你还有谁？他是自杀。当初这个女人来找我说是让我帮她一个小忙。这是长白山的百年人参，一点心意。堕胎是违法的。恰恰相反，我是想怀孕，但不真怀。后来，他就让我给他做清宫，我是明确拒绝的。可是他就一直拿着我开假孕证明这个事威胁我，没办法，我才就范的。你怕他在外边说这些，就杀了他？杀什么杀呀？我说了，我没杀他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女人是个疯子。我刚准备做手术，她不知道从哪儿拿出来个耳坠，就往自己耳朵眼里边捅。你拿我当傻子是吗？我如果想杀她，我有的是机会啊。我为什么偏偏挑我们2个人在手术室的时候杀她呢？我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哎呀，先是伪装身份嫁进吴家，知道自己得绝症了，以死设局；先是假怀孕，再是给丫鬟下药，又下毒闹鬼。这2姨太真是好算计。他这么大动干戈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调查他父亲的案子。可是那案子是法庭依法宣判的，我仔细看过当时的卷宗，确实害死了人。而且这事儿闹得很大，如果证据不足的话，不可能定罪。他凭什么就觉得本案有冤情？我不知道。要不找大理院问问？行。你看我干嘛？你不是有熟人吗？你调查我？定天圣斋行吧？怎么就定天圣斋啊？我同意了吗？我就定天圣斋。你先说你是不是调查我？我告诉你，我能定啊！这公事你买单，上不上？上。有车我干嘛不上啊？这个案子当时由京师地方审判庭审理，卫生司出具报告，判定为误杀。之后又上诉到了大理院。当时检方找来证人，圣安东医院的吴桐院长，他作为医疗顾问，证明死者确实是死于半夏中毒。这俩人，一个中医，一个西医，这不鸡同鸭讲吗？这个案子最好别查了。为何？你姐夫参与其中，难辞其咎啊。2年前，府院和民间曾经掀起过是否废除中医的讨论。顾西山的案子一出，舆论就认为中医缺乏行业标准，引发了人命官司。这跟我姐夫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姐夫主持的改革之后就升任了司长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记住了，事关府院无小事，
内阁这帮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插身子扯出龙须来，你们赵家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科长，您好像特别喜欢吃糖。习惯了。谢谢科长。您留神啊，脚底下。好酒鸡，喝得痛快。注意安全啊！这卷宗你们拿回去，小爷就恕不奉陪了。之前还死乞白咧要跟我一起查案，怎么怕了？我呢，做事就一个原则，图好玩。现在我突然觉得不好玩了。之前还跟我说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怂了就直说。你用不着激我，这招对我没用。我也奉劝你一句，这里头水很深，小心啊，把你那条小命也搭进去。你要吓死我啊你！你那案子查的咋样了？我姐夫跟这个案子有牵扯，他100%做了亏心事。真的假的？当年顾西山下狱就是卫生司给的报告，那家房子我看了，办现代文用根本就没问题。青苗闹这么一出，肯定是为父报仇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查呀！我正愁找不着机会提离婚呢。我每次一提他就拿实交说事儿，让我念旧情，这下让我等着了。案子不重要，你想离就离。之前你们打打闹闹，我总觉得就是夫妻之间那点事儿，那现在这么看来，还真得离。啥意思啊？这案子你不查了？袁弘那私立攻心切，而且又一根筋，我害怕他这么追究下去，查的不光是吴世川，咱们家也得受牵连。你是不是傻了？那吴世川要是有问题，咱们更得赶紧跟他划清界限啊！这案子不仅得查，还得赶紧查。我不跟他查了，也没说我自己不查呀。那用不用跟爹商量一下？你跟他商量，他又得和稀泥。也是。那这样，爹那边我来顶着。他要是问起来，我就说你出去帮我办事儿了。你最后查清楚了，他多半不会说你什么，还会对你另眼相看。如果最后没查清楚，你还替我说情？我就说你也骗了我，我也蒙在鼓里。你到底是不是亲的呀？哎，废话少说，你后边准备怎么查？这顾西山当年在北京特别有名，就是专门治这个腹胀症，症状跟吴世川一样。如果这一切都是青苗搞的鬼，这就大概是谜底了。你能不能再回趟吴家？啊？那个2床的病人是个官太太，脾气差，查房的时候轻点，是你叫的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干嘛？燕燕，你跟踪我啊？你要不心虚，我也用不着跟踪你。给我，给我！光天化日强抢良民是不是？就你还良民？如果因为你的包庇，吴世川的传染病蔓延全城，引起混乱，你就是罪人。传染病？吴世川连续便血、腹泻、暴瘦，根本就不是因为中毒，而是某种消化系统的传染病。你要是不觉得有问题，何必拿他的血液和粪便来验？我就是想查查他到底什么病，谁知道这么严重啊？查不清楚，你就是帮凶。查，肯定得查清楚。我不背这锅。
查完了，血液没有问题，但是粪便里咋了？含有血吸虫。这种病的病源在长江中下游地区，10几年前在湖南常德爆发过一次，以后每年汛期在长江流域都会有小规模的爆发，但是在北京有大规模的爆发，我没有听说过。这病真传染吗？这是恶性传染病，只要皮肤接触受污染水源就会被感染，严重的时候会死人的。可是我姐夫好像看到鬼魂了。这血吸虫病能致幻？真没听说过。那还得找个高手。老道，老道，你给我姐夫驱邪那事儿，具体说说。有邪祟，贫道出手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替我行道吧，说说。天机不可泄露。哼，露露。你这京城富少，兜里就这么点钱？带那么多现金干嘛呀？说，贫道乃方外之人，何必用身外之物侮我？你这老道睁眼看清楚了，这是百达翡丽。百达翡丽，这。施主，这是何意？我这个人啊，很公平，一人一枪。我倒下，你说；你倒下，下辈子再说。我先来。我命不该绝，该你了。且慢！你们是警察，怎么能草菅人命呢？怕什么呀？不就一条命吗？嗯。你疯了！不好意思，是缠毒，是缠毒！什么？吴司长是被人下了缠毒，就是癞蛤蟆的毒液，刮下来晒干了之后，混在食物里头，吃了就能使人致幻，大概能维持大半个时辰。至于幻觉是什么，就看他做过什么亏心事儿了。二位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贫道这儿还有点存货。不需要。哎，不行！以后啊，少坑人，多行善，省得夜路走多了，容易见到鬼。今日你立功，这老道一炸便炸出来了。我这不算什么，
还是袁科长技高一筹，我就找个人而已。什么意思？还没什么意思。袁科长是干大事的人，帅气，子弹也可以不要，命也可以不要。权宜之计，不算什么。你以后做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啊？不上车吗？火气大，不坐车。好你袁弘，你命大，你不怕死，你牛，你有本事，你不需要任何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以后你的事跟小爷再也没有关系了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。是你？怎么，我还得帮你擦呀？伤的是我，你教什么？我这人共情能力强。你说你大晚上的跟着我干嘛呀？谁说我跟着你？那你干嘛呢？这路是你家开的呀，你能走，我不能走。你跟着我干嘛？谁跟着你了？这路又不是你家修的，我想怎么做你。哎，那个，你刚才离我多远？不近。好，不近。听见什么动静没有？狗叫算吗？那翻来覆去。擦完了。